人这一生有太多事没有做好准备，死亡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件。当最亲的人躺在眼前，慢慢地失去呼吸，你心里最深的那个问题，从来不是接下来要打什么电话，而是他去哪里了。在佛教的传承里，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大般涅盘经有这样一段记载：佛陀将入涅盘时，迦叶菩萨问世尊，世间一切有情众生本自都具备暖法，这是什么缘由呢？接着他依佛往昔开示说道，世间众生皆是3种法合而成就，分别是受、暖、食。暖是身体的温热，受是生命的力量，那个让心脏跳动、让血液流动的根本活力。识是神识，是你这个人最核心的意识体，驱动你思考、感受喜怒哀乐、造作善恶的那个根本。佛陀说，这3样东西是捆在一起的，你活着的时候它们同在，你死的时候它们一起散开。但是这个散开不是同一时刻发生的事，它有一个次第，有一个过程。神识在脱离肉身之前会有一个最后驻留的位置，而那个位置的温热会是全身最后一处冷却的地方。这就是祖师们从无数临终现场里观察汇整出来的一门智慧。6道轮回，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这6个境界构成了凡夫众生命中之后的6个去处。没有跳出轮回，没有超凡入圣的普通人，依照自身在世时所造的善恶业力，命中之后会投生到这6道之中的某一道，再次开始一段生命历程。而佛门里有一句流传了很久的口诀，把神识离体的位置对应到6道的去处，凝成了20个字。这20个字你今天会知道，但在我把它说出来之前，我想先带你走进几个故事。因为这种知识不是背下来就有用的，你得先真的感受到它的分量，才能真的用上这份智慧。如果你在观看这支影片的当下，心里有想要为某位已故的家人或朋友祈福，我邀请你在评论区打下这句话：愿您一路好走，成愿再来，往生善处。这一念善心，就是你为他们做的最真实的回向。先说一个善知识的故事。那是一个冬天，一位阿嬷，78岁，一辈子信佛，吃素，念佛。家里的佛堂供着观世音菩萨，香炉里的香灰从来没有断过。她这辈子嫁给了一个老实的农夫，生了2个儿子，丈夫先走了，她一个人过了将近20年，日子简单，但她说那是她这辈子最安稳的20年，因为每天早晚有功课，心里有个依靠。那年冬天，她的心脏开始出问题，医生说大概就是这样了，但也说不准是哪一天。2个儿子，大儿子都是生意的，接到这个消息就往回赶，小儿子本来就住在附近，这时候几乎天天守在家里。有那么一天下午，阿嬷突然精神变好了，把2个儿子叫到床边，声音很平静，说：我快要走了，你们不要哭，帮我把助念的录音开起来，让我安安静静的走，好不好？2个儿子都红了眼眶，小儿子点了头，大儿子话没说出来，只是把阿嬷的手握了一下。那天傍晚，助念机开着，整个房间里回荡着南无阿弥陀佛的声音，很低很稳，像是一条绳子把整个空间的浮动都定住了。阿嬷的呼吸越来越轻，越来越稀疏，最后在那个傍晚8点多的时刻，彻底安静下来。小儿子第一个反应是冲上去，大儿子拦住他，说：阿嬷说不能哭，不能动他，但泪水还是不受控地流下来。2个人就那样站在床边，不说话，不出声，只是哭。第2天一早，他们请来了附近一位大家都认识的老居士，姓陈，年纪70几岁，自己修行了几十年，
很多家庭有这样的事都会去找他。陈居士走进房间，没有多说什么，在阿嬷床边站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用手指触碰了几个地方，颈侧、胸口、眉间，然后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很平静的光，说：你们放心，你们阿嬷走得很好。大儿子忍不住问：陈伯，您怎么判断的？陈居士没有马上回答，只是说：你也来摸摸看。大儿子走上前，轻轻地把手指放在阿嬷的眉间那里，还留着一丝若有似无的温热，全身其他地方都已经凉透了，就那么一点点像是灯刚熄的地方还残留着一点余温。大儿子不懂这意味着什么，但那种感觉他记了很多很多年。后来他辗转学佛，才真正明白陈居士那天在判断什么，那也是他真正走上修行路的开始。第二个故事是我认识的一位医生，姓林，他是一家地区医院的内科主治医师，念医学院的时候是理工背景，对世界的认识建立在数据、报告可重复验证的实验上。他不排斥宗教，但他对任何带一点玄学色彩的说法都是保持那种专业的疑问态度，不驳斥，但也不相信。他有个老父亲，是苗栗乡下的农夫，没读过多少书，一辈子在地里刨食，勤劳老实，话不多。邻居家谁有事情他就去帮忙，从来不说什么，也从不计较。父亲晚年身体走下坡，最后是在家里走的。那天林医师刚好休假，坐在父亲床边陪着他。父亲的呼吸越来越慢，越来越浅，到最后就这样平静地停了。就在林医师确认父亲已经没有心跳、没有呼吸的时候，他的姑姑赶到了。姑姑是虔诚的佛教徒，一进门就把手比了一个停的手势，低声说：先不要动，先不要哭，让他安静待着。林医师心里有点想说什么，但看姑姑的表情就忍住了。就这样，他们守了一整晚。林医师坐在那里看着父亲安静的脸，心里其实很平静，因为他知道医学上这一切已经结束了。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那个房间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安静，跟他在医院见过的很多死亡不一样。那些死亡有机器声，有走廊的噪音，有家属的哭声，而这里只有夜风和远处偶尔传来的蛙鸣。第二天早上，姑姑做了一些简单的祈祷，然后走到床边，轻轻地触摸了父亲的额头，再摸了摸胸口，然后点了点头，说：心口这里最后凉的，你爸爸会回来做人的，好好的，放心。林医师没有说话，但是心里浮出了一个问题：这个判断方式是有依据的，还是只是安慰人的话？他是个认真的人，这个问题就一直放在心里，没有忘记。大概1年多之后，他参加了一个朋友介绍的佛法讲座。讲座结束后，他跟主讲的法师谈起了这件事。那位法师听完，没有急着解释，而是反问了他一个问题：林医师，你在临床上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家属在旁边守了一整夜，才转身去倒杯水，人就走了。林医师想了想，说：有，蛮常见的。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多人偏偏在最放松、最无人注意的那一刻离开？林医师一时答不上来。法师微微笑了一下，说：医学所定义的死亡是肉体功能的停止，但神识的离开不是在那一刻完成的，它需要时间，需要某种安静，需要等那个人最放松的时候才悄悄地走。这不是我发明的，这是佛教几千年的观察。林医师回去之后，认真找了这方面的经典来看，这一看就停不下来了。他后来告诉我，让他真正被说服的不是某一段论述，而是一个念头。如果这是真的，那我这辈子行医对多少临终病人做了帮助，又对多少人造成了干扰，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念头比任何道理都更打动了他。第3个故事发生在明朝，明代有位高僧，法名飞鸿，
世称莲池大师，是净土宗的一位重要传承者，也是明代4大高僧之一。他这一辈子弘扬净土法门，著作等身，座下门徒无数，是一位真正有修有证的大德。莲池大师临终前的几天已经预知时至，他把弟子们都叫来，叮嘱他们：我去之后不需要悲伤，不需要张罗，只要安安静静地帮我助念，让我走得清净。弟子们依照师父的嘱咐，在他圆寂的那一天，整个道场非常安静，只有佛号在空气中流动。莲池大师端坐着，念念不离阿弥陀佛。到了最后那一刻，安然地放下了这副皮囊。弟子们依教守候，没有哭，没有喧哗，一直守到第2天。等时间到了，一位弟子走上前，双手合十，然后非常轻柔地用掌心依次触摸师父的各个部位，其他地方都已经冰凉，唯有头顶那里还残留着一丝温热。那个弟子跪了下来，泪水无声地流，但他心里反而安稳了下来，知道师父走到了他一辈子所向往的地方，知道那个一生念佛的人终于到家了。这段记录见于《净土圣贤录》，不是民间传说，是有文字可查，有传承依据的史料。还有一个故事稍微沉重一些，但我必须说，因为他是那个禁忌的活生生的注脚。之前认识的一位生意人，50多岁，为人还算精明，他走得很突然，某天早上起来倒在家里，送医急救没能救回来。消息传开，亲戚朋友都赶来了，家里一下子聚了10几个人，有人哭，有人打电话，孩子们不知道怎么办，太太在房间里放声大哭，嘴里一遍一遍地叫着他的名字。没有人提醒要保持安静，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件事。那个场面就是大多数家庭会有的场面，失控、嘈杂、乱成一团。后来他们请了一位师傅来帮忙处理后事。师傅走进来看了看那个状况，叹了一口气，但没有说什么，因为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了，说什么都晚了。那位师傅只是静静地念了几遍经，然后轻声对家属说：以后你们如果遇到这样的事，记住头3个小时是最关键的，那时候最不能乱。太太后来问他：那我先生会不会？师傅说：现在能做的就是这几天好好的为他做功德，把功德回向给他，这还是有用的。这件事情没有结局，因为没有人知道结局，但这正是我要说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表达爱的方式，其实恰恰是在那个关键时刻把我们最爱的人推向了一个更混乱的方向。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不知道，所以今天我要把该知道的事情一件一件地说清楚。好，现在说那20个字：顶圣眼天生，人心恶鬼附，畜生膝盖离，地狱脚板出。这是流传在佛门修行圈里的一句正统口诀，把人命终之后神识最后驻留的身体位置对应到6道各自的去处。我们就按照这个次第一道一道的来说。第一，头顶最后温热超凡入圣，脱离6道轮回。口诀里的顶圣，这个圣字不是6道里的哪一道，而是超出6道之外。凡夫众生受制于业力，不管往生到6道里的哪一道，都还在这个轮回的系统里。只要还在这个系统里，就还有苦，就还要再来，就还要面对生老病死的折磨，只是这一次跟那一次的苦形式不同而已。但是如果一个人生前真的用功修行，或者临终时善缘殊胜，助念具足，至诚一念念佛往生，那神识在离开这具身体的时候，走的是一条向上的路，从头顶的位置出去，那代表的是往生净土，或者正入圣果，彻底跳出6道的范围，不再轮回。这是6种状况里最好的一种，是第1等的善相。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说，头顶是人体最高的位置；从佛学的角度来说，头顶
尤其是梵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百会穴附近，在密宗和净土的传承里，是神识升华出离的通道。修行功深的人，神识在命中时自然从这里出去，那是一种向上的、有方向的、主动的离开，不是被业力拉走的，是自在的走的。莲池大师那个例子就是这个状况。头顶独流温热，那是神识最后驻留的痕迹，也是他一生修行的印证。第二，眉眼额头最后温热，往生天道。眼天生，眉眼和额头那一带的区域。最后冷却，代表神识从这里离开，往生天道。天道是六道里福报最丰厚的善道之一。天道的众生寿命极长，居所庄严，感官享受远超人间，没有粗重的苦。楞严经里描述天道的种种庄严境界，美好到人类的语言几乎无法描述。能投生天道，代表这个人生前积累了相当程度的善业，持戒清净的，广行布施的，虔诚修行的，孝顺父母，尊重师长的，起心动念都往善处走的，这些善业积累到一定程度，命中之后就有机会往生天道。额头和眉眼是人体感官汇集的区域，眼耳鼻口都在这里，这里是受最集中的地方，感受美好，感受殊胜，感受天道福报，都从这里入。神识从这里离开，投生天道，这个对应在义理上是非常有逻辑的。第一个故事中的阿嬷就是这个状况，眉间最后温热，往生天道。一辈子念佛吃素，功德积累，没有到莲池大师那个修行深度，没有到超脱轮回，但也足以往生天道，这已经是非常好的结果了。但要在这里补一句话，天道也是六道之一，天道的福报再大，也会有享尽的时候。经典里说，天人五衰，就是天人福报将尽时出现的衰败之象。那个时候，天人的苦不比人道轻。这就是为什么佛教不以上天堂为终极目标，因为天道还在轮回里，还没到终点。第三，心口部位最后温热，再入人道，转世为人。人心、胸口、心脏那一带的位置最后冷却，对应的是投生人道，继续在人道里轮回转世。为什么是心口？佛教有一个很深刻的观察，人道众生是六道里情识最丰富的一道。你悲伤的时候，最直接的感受是胸口那一阵闷痛；你喜悦的时候，那种开阔的感觉也是从胸口往外扩散的。你思念一个人，感觉是心在痛，不是头在痛，不是脚在痛，是心口。人类与其他道众生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这种情识的复杂与丰富，而这一切感受上都集中在心口。林医师的父亲就是这个情况，一辈子老实厚道，没有大善，也没有大恶，业力相对平衡。命中之后，神识从心口离开，再次投生为人。这听起来是个平稳的结果，实际上也是。但我想在这里多说一句，投生为人不代表这件事儿就圆满了。人道是六道里修行条件最好的一道，有苦有乐，有思考能力，有改变业力的机会，但也是最容易在轮回里迷失的一道。如果下一世还是只是平平淡淡的活着，该造的业还是在造，该积的功德还是没积，那再下一世就不一定还能轮到人道了。这提醒我们，人生难得，每一次轮回到人道都是一次机会，不要轻易挥霍。第四，腹部丹田最后温热，堕入恶鬼道。恶鬼腹部丹田这一带的位置，最后冷却，对应的是恶鬼道。这就开始让人警惕了。腹部是人体欲望最直接的承载处，饥饿感来自这里，贪欲的本能反应也来自这里，大脑的贪念最后要通过这里来感受到满足或不满足。恶鬼道的众生是六道里非常受苦的一道，而且那种苦是一种极度的永远不满足。
经典里描述恶鬼的形象，喉咙细如针孔，肚腹大如山丘，就算眼前有水，一口喝下去也变成烈火，就算面前有食物，一口吃进去也化为灰烬，永远在渴求，永远得不到满足。那是一种极度的、持续的、无间断的煎熬。投生恶鬼道跟生前的贪欲有深切的关联，贪财、贪食、贪职，还有一种特别要注意的心态叫做牵令，就是那种舍不得、吝啬，尤其是对修行和布施舍不得的心态。一个人生前非常吝于布施，非常舍不得，那个贪贪的心念是一颗很重的种子，容易感召恶鬼道的业力。腹部最后温热是一个警示，提醒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好好的检视自己的贪心，好好的练习放下，好好的去布施。第五，膝盖部位最后温热，投生畜生道。畜生膝盖离，膝盖这个位置最后冷却，对应投生畜生道。畜生在佛教里也叫旁生，就是那些以爬行、低伏、弯曲姿态存在的生命形态。膝盖是弯曲的关节，是无法直立的象征。这和畜生道众生的生命形态形成了一个很直观的对应。畜生道最大的特征是愚痴，不明因果，没有自主，只有本能，随业漂流。一只牛不会选择自己的命运，一只鸡不知道自己今天会被宰杀。畜生道的众生就是这样在业力里完全被动的浮沉着。投生畜生道通常跟生前的愚昧、邪见或者严重堕落的行为有关，邪淫、骗人，做了很多伤害众生的事又不知悔改，这些业力会把一个灵魂拖向畜生道。这里有一个很值得深思的事情，我们常常羡慕动物的自由，以为它们不用交税，不用上班，生活简单。但从业力的角度来看，投生畜生道是一次非常艰难的处境，没有修行的机会，没有改变业力的能力，只能等到这一世的业力消耗完，再随业轮转，不知道下一次到哪里去。人生真的来之不易。第六，脚心脚底最后温热，直堕地狱道。地狱脚板出，脚底是最后冷却的位置，对应的是直堕地狱道。这是6种状况里最沉重、最艰难的一种。地狱是6道里最低的处所，脚底也是人体最低的位置。这个对应，在佛学的象征系统里是非常清晰的下堕方向。地狱道的众生受苦最深，时间最长，出离最难。地藏菩萨本愿经对各种地狱的描述，读起来让人心里发寒，那不是要吓人，而是在说一个非常真实的业力法则。你造了多重的恶，就承受多深的苦。地狱的时间以我们人道的尺度来量，是难以想象的漫长。地狱的苦也不是我们人道所能描述的那种苦，能让一个人的神识从脚底离开，直堕地狱，通常是跟重大的恶业有关，严重的杀生，严重的邪淫、大妄语，破坏三宝，对父母极其不孝，对众生毫无慈悲。这些业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是地狱的方向。脚底温热是最不好的死亡征兆，但即便是这个状况，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这一点我待会儿会说到。一个流传很广的错误，我必须在这里修正。坊间有一种说法，说后脖梗最后温热是去往阿修罗道，这个说法流传很广，甚至在一些讲佛法的地方也会出现。但我开运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不是正统佛教的说法，这是民间误传，没有经典根据。阿修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阿修罗的福报非常接近天道，甚至有些阿修罗的神通和福德不输天人，但阿修罗的嗔心极其强烈，最大的特点就是好战、嫉妒、不服气，老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所以跟天人打个不停。正因为阿修罗的福报层次和天道非常接近，很多佛教论点，包括俱舍论在内，都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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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修罗的福报层次和天道非常接近，很多
都将阿修罗设归在天道的范畴里讨论，而不是单独列出一套对应身体部位的判断标准。后颈热去阿修罗，在任何有根有据的经典或祖师传承里都找不到这个说法。如果你身边有人引用这个，请帮他更正一下，就说这是民间流传的错误说法。正统的口诀只有6个对应，没有后颈这一项。这个修正很重要，因为不正确的说法传久了，会干扰人们对于真正知识的理解。临济义玄禅师是禅宗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大德，把这套智慧的根本说得最透彻。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一切的现象，包括你命中之后神识往哪里去，包括你的身体最后哪个地方最温热，这一切根源都在心，都在你这一生的心念积累。身体冷暖的次第是一个结果的显现，就像考试的成绩单，它告诉你的是过去所有努力的总账，但成绩单本身不是你努力的原因。成绩单只是让你看清楚你的努力往哪个方向走了。很多人在学了这个口诀之后，第一个念头是好，那以后家里有人走了，我就去摸一摸，看他去了哪一道。这个念头没有错，但是要注意它是在什么前提下有意义。那是一个对过去的观察，不是对未来的保障。真正的保障是从现在开始的积累。现在我要说那些临终最关键的禁忌，这些事情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但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刻，它的重要性远超过你想象的任何事情。第一件事，人断气之后至少要静置8到12小时，绝对不可以随便触碰或搬动遗体。原因是人在断气之后，神识并不是立刻就离开了肉身。你可以这样理解，肉体的死亡就像是房东宣告这间房子已经拆迁，但住在里面的房客神识还没有完全搬走，他还在整理行李，还在确认自己的方向，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真正的离开这个他住了几十年的地方。在这段时间里，神识的感知比活着的时候更加细腻，更加敏感。你在外面哭，他感受得到；你搬动那具身体，他感受得到；你们在房间外面争论后事怎么处理，那些声音和情绪的波动，他都感受得到。而这种感受会直接影响神识的心念状态。一个原本积累了不少善业，本来可以往好的地方去的神识，如果在这最后最关键的时刻被周围的嘈杂和惊扰所波及，升起了嗔恨，或者升起了强烈的贪恋执着不肯离去，那原本的善业就很容易在这一刻被破坏，就像一栋快要完工的房子，最后被一场火给烧了。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地藏菩萨对这件事说得非常清楚，他提醒世人，临终之日慎勿杀害，急造恶缘，拜祭鬼神，求诸魍魉。后面还说，无纤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结罪缘，转增深重。你看啊，就连是出于好心去做的祭祀，如果时机不对，都可能成为障碍，更何况是哭喊和惊扰。正确做法是保持空间极度安静，轻声播放佛号，让清净佛音安稳神识，锚定方向。家人可默念佛号，制成回向，不喧哗，不哭闹，不挪动遗体，安静守候即可。待到8到12小时之后，再轻柔检视，办理后续事宜。第二件事，助念是给亡者最实质的帮助。神识脱舍之际，极易迷茫彷徨，如同大雾中行路，容易被业力情缘牵绊，迷失方向。而至诚清净的佛号，就如暗夜灯塔，为漂泊的神识指引清净归途。助念的人不一定要多，但要专心，要清净，心里要真的在为这个人祈祷，不是应付，不是走过场。如果亡者生前信佛，助念阿弥陀佛；如果亡者生前跟地藏菩萨特别有缘，可以念地藏菩萨圣号；如果什么都不熟悉，就念南无阿弥陀佛。
这是最基本、最广大的一个名号。助念从来不是单纯宗教仪式，而是在生死转换最关键的时刻，以众人清净善念为亡者护持身心，安稳道心，成就他来世的善缘与归宿。第三件事，7749天不是形式，是有义理的实践。民间常说做七，意思是每7天为亡者做一次法事，念经做功德。这个传统背后有非常深刻的佛教依据。西藏度亡经，也就是藏传佛教的中阴得度，对于人从断气到真正投胎这段过渡期有非常详细的描述。一个人命终之后，神识经历所谓的中阴身阶段，最长可以持续49天。在这段时间里，神识仍然在飘荡，仍然受到业力的牵引，仍然对生者的心念有所感应。也就是说在这49天里，家人做了什么，对亡者是有影响的。诵经是在创造一个清净的意识场域，帮助游荡中的神识稳定；布施是在为亡者积累善业，减轻他过去的业障；放生是用解脱的行动，为亡者的业力做一点松动，把这些善业回向给亡者，用心念把这份功德送出去。这一切在佛教的义理里都是真实有效的帮助。很多人觉得做七只是习俗，走过场就好，但如果你真的理解这段时间神识的状态，你就会知道那49天是你还能为他做事的时间，错过了就是错过了。第四件事儿也是最根本的，冷暖次第是果，临终一念才是因。讲到这里，我必须说最重要的一句话，因为如果不说，前面的内容可能会让人产生一个误解。身体的冷暖是业力在最后时刻的一个外在显现，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的结果。它告诉你的是过去积累的方向，但它不是一个命中注定铁板钉钉，谁也改变不了的结局。为什么？因为临终那一念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阿弥陀经里佛陀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直持名号，若1日，若2日，若7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记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佛陀说的关键是临命终时心不颠倒，也就是说，如果在临终那一刻，心念是清净的，是善的，是朝向光明的，就算这个人生前有业障，就算过去造过不少恶，那临终的这一念可以转业，可以改变原本的方向，往生净土。这是净土法门最了不起、最慈悲的地方。他不是说你这辈子做了什么坏事都没关系，不是在给人找借口。他说的是，在因果的法则里，临终那一念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在那一刻，如果有善缘具足，有助念扶持，有至诚的心念，业力是可以被转化的。所以助念不只是为亡者祈祷，更是在帮助他稳住那最后最关键的一念。这也提醒我们，如果在那个时候用哭声和嘈杂惊扰了亡者，让他在最后一刻升起了恐惧、嗔恨或者强烈的执着，那些善业就可能在一念之间被破坏。这就是为什么禁忌这么重要。然后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道理，修行不是为了死的时候用，是为了活的时候用。这套关于临终冷暖次第的智慧非常珍贵，但它的价值不是让你学会死后如何判断结果，而是让你在活着的时候真正的明白因果是怎么运作的，然后在每一天里做出更有意识的选择。印光大师说，死生事大，无常迅速，人命无常，呼吸之间。这句话它不是要让你恐惧，而是要让你珍惜，珍惜每一天还活着的机会，把那个机会用来做对的事儿，说善意的话，
起清净的念头，因为你的每一个念头都在悄悄地写进那本业力的账本里。每一个善念都是一笔存款，每一个恶念都是一笔借款。账本写到最后，就是命中时身体冷暖次第的方向。你不需要每天焦虑地想我这辈子做得够不够好，你只需要在当下认真地起一念善心，认真地做一件帮助别人的事，认真地把今天这一天活得比昨天清明一点。修行的功夫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积起来的，不是等到临终才临时抱佛脚，而是在每一天的起心动念里，慢慢地把自己那本账本写往一个好的方向。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任何启发，请帮我点个赞，点个热推，将今天的内容更好地推出去，也可以把它分享给你身边的人，尤其是那些正在经历生死的人，或者那些对生死感到茫然迷惑的人。你的这一个分享可能就是他们人生里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看完这支影片你心里有什么感触，或者你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继续聊。如果你愿意，也欢迎你随喜布施，支持我们继续做优质的内容，把这些有价值的佛学智慧带给更多需要的人。愿所有看到这支影片的人，此生多积善业，临终正念分明，来世成愿而来。最后，我把这个问题留在你心里慢慢想，如果今天就是你的最后一天，你这辈子的账本写的是什么？我们留言区聊聊吧。